好，接下来赶快来看到日元，没有想到怎么又再度的崩回了160防线呢？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连续2个月日企超过1000家倒闭，光是这半年就有超过5000家日企倒闭，创下14年最惨。目前日本在国内民众苦哈哈，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升了7.2%，创下44年来最高。进口物价更是一口气暴涨了将近30%。高市现在陷入说到底要不要升息的一个窘境到底是要救老百姓还是救企业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但是问题来了，救不救得了日本的经济？好，先来看先前日元是在前一度是贬到了1美元兑上164附近，创下40年的新低，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所以当时呢，大家还记得吗？美日不就是开始出手了，联手救日元，确实汇率一瞬间拉回到了155大关，看似守住了防线，结果没有过多久，现在又逼近了160大关，先前的升值幅度等于一口气全部都吐回了大半。这也其实反映了就是日本最现实面3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确实到现在为止，美日的利差存在大约达到3个百分点，所以大家还是喜欢卖日元去买美国相关的商品啊，那日元还是会持续的贬。第二件事情，确实现在日本的进口呢，日本的能源啊，或者是它的食物还是要靠进口，所以以美元计价的话，你还是要把日元卖掉，然后不断的卖日元去买这些他们的商品，日元在卖的过程当中就会继续的接受到承压，也就会继续的贬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政府陷入两难了，好，要救日元，那是不是要升息呢？升息又会陷入债务的危机等等，现在日本的政府其实是相当的两难的。再来，虽然说我们看到日本手中握有1.4兆美债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冲突，但是他们真的会愿意抛售美债吗？因为抛售美债会推高美国的殖利率甚至牵动美国跟日本的金融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这么着急着要救日元，就是担心日本抛售美债的问题。好，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了。我们现在看起来救了半天，美日联手还是救不起日元啊，那市场是不是也看穿了日本政府没有能力保住他们的日元？汉庭怎么看？当然了，因为日本政府根本不愿意，也没有承受真正的扭转日元颓势的代价，所有的砸钱都只是短效的止痛药。毕竟当前日元贬值的结构性因素是这边说的至少3件事。第一个就是套利的交易，而且是天天发生。只要美国是高利率，日本近乎零利率，那么全球的对冲基金每天一醒来没事干，它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借低息的日元，然后呢再把日元给卖掉，换成高息的美元。所以这笔资金的流动高达数兆美元，远远超过了日本央行能够动用的外汇存底。那大家都在卖日元，当然日元就贬值。那第二个，那随着日本内部的物价越来越贵而且呢，如果跟外面采购的东西也越来越贵，那自然而然贸易商想要再跟海外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就要准备更多的日元，然后再把这些日元呢再度换成美元，于是市场上又是大篇幅的继续在抛售日元。那这些都不会因为中央政府偶尔买了一些钱就取消，所以这所谓的美国跟日本联合来拯救，但也不过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汇率就跌回原价。所以政府的干预在短时间内拉抬汇率，吓阻了吓阻了部分的投机客，但其实根本问题不解决是没有办法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根本解决呢？日本政府又不敢这么做，就是源头切断所有的套利空间嘛。比如说日本央行大幅的、快速的，然后来升息，不敢啊。为啥？因为国债风暴问题很重啊。日本政府负债极高，而且日本央行为了要维持宽松，自己买下了超过1半的日本国债。那如果利率上升，读过经济就知道，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因此，如果央行暴力的升息，那央行跟各大银行手上的国债资产就会面临巨大的账面亏损，很可能也会引发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危机，而且这也会有财政利息上的压力。那目前为止，高市早苗虽然他又说我们要花多少钱，可是市场上往往会觉得这个更加的担心，为啥呢？因为你也没有新的税收啊。高市早苗推出了370万这个庞大的370万亿
的这个日元超大投资计划，可是你也没有新的税收来付这笔钱，所以你本来就负债累累，加上你又宣布要借一大笔钱投资，可是也没看到你有增加收入的方法。那大家更加认为你日本的财政很不健康，甚至也担心日本还不出钱，继续对这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失去信心。我更不想要有日元，然后就赶快卖掉，所以日元就会继续下跌。那因此现在短期间呢，反而是什么？各种的干预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上车的机会。你最好再砸钱，对吧？然后呢，这个日元稍微回来一点的时候，反而能够用更便宜的成本重新建立放空日元的部位。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是一个死循环。好，那现在所以看起来，日本如果真的要救日元的最终方法，就是还是要升息了。那他们现在幅度也出来了，就是从目前设定的利率从1%要调高到1.25%。如果升息的话，那就会降低这个美日利差的这个诱因了。那当然，日元就有可能走强。日元如果走强的话，才有利于这些企业进口商他们买这些国外的这些原物料商品也不会这么贵。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小企业已经等不到政府升不升息啦。现在日本内部的企业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倒闭潮。我们来看到具体数据CG 第一个，2026光是上半年而已，这1000元负债以上的日元的企业倒闭已经达到了5300多家，这个年增幅超过了7.1%是12年来首次在上半年第一次突破了500家。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出在物价上涨，还有缺工等等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到今年的6、7月份各有1000多家企业破产，是2012年来首次。那么负债的总额年增更是高达了40%左右。另外呢，我们也要关心到说这个日本政府一旦升息，还有另外一个企业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借贷融资成本也会更高。那接下来日本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会不会就是要不要升息成为了他们的考验？那会不会引爆更大的一个倒闭潮？干哥又怎么看？我认为会引爆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升息绝对不是办法。你去想想看以前在7月的时候已经一度达到$1对163日元。经济学家说这个完全不正常，完全不正常。日本的国债吓死人，应该是$1兑换62日元才是正常的。它现在已经几乎快到3倍了。你就想到说已经到162了，现在稍微跌回来一点，现在是$1对159。可是上半年已经倒掉10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是属于小型企业，那这些小型企业的资本额大约在1000万日元以下。为什么？他们是被什么因素给拖垮的？很简单，他找不到人，也就是劳动力短缺。第二个，他就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他的人事费也跟着一起上涨，所以这些企业自然而然就倒闭了。所以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你就说比较大一点的企业，资本额比较够的企业。他们比较能够撑得住，可是小型的企业它是撑不住的。他们现在有个理论叫什么？叫做咖喱猪排理论。什么叫咖喱猪排理论？就是说你可以很简单去看日本的一般的家庭他们去吃一顿咖喱猪排中饭，通常来讲的话，500日元可以解决这一顿。但是呢，从6月以来，7月，甚至到现在8月初，他发现要吃一顿咖喱猪排要花550日元，对一般家庭的感觉，你马上就有感。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吃他们说4口之家，其中有3个人在上班，每天他们就发现3个人他们叫一顿咖喱猪排或者是拉面，他们都发现贵了50到100日元。那1年下来，4口之家。你知道要多支出多少钱吗？9万日元，大约是3万台币。对于一般家庭而言，他马上就很有感觉了。这就是现在日元那个贬值最大的问题。通常我们来讲一句就是说利多的时候就是出口的时候，那利空的时候就是进口的时候。为什么？就我们出口商因为日元贬值，所以很便宜对不对？所以我们出口的话就是利多，可是呢，你进口的话。就是利空为什么？对，因为买东西很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老百姓买东西、吃饭、消费都变得很贵了。你知道现在外媒都已经有讲了，东京现在是
我们所有人的仰望。为什么？去到日本，所有的你说这个住宿啊、消费啊、饮食以及观光啊，都比纽约便宜2/3，已经到2/3了。就代表什么？你知道？就代表日元贬值太可怕、太厉害。更不用讲台湾人爱去日本观光。对，我们对岸的朋友们也很爱去日本观光。为什么？因为日元贬值成到这个地步，所以说日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我觉得9月高市早苗升息，还是一样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要讲上半年5000家倒闭之中，老实讲，因为原物料跟能源还有人事成本上升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就像 AI 公司，日本也一样，也一窝蜂投向 AI， 就发现这些 AI 公司都是规模很小的，10几个人的，甚至10个人以下的公司，这种公司最快就倒闭了。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撑不下去。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是真的，他们有人建议说，应该是日本，他必须要怎么做？就说他应该要赶快提升粮食补贴，避免市场整个失去信心。然后最重要就是，你现在有很多企业它还是获利的，对不对？它要实质帮员工加薪，避免整个劳动市场都为之信心溃败，不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市必须下台。我觉得我已经看到这个下场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弱势的日元首先非常的不利于这些进口商，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连串的这半年来的大批的倒闭潮。那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小老百姓的物价不断的上升嘛。刚刚说这个进口商他们不利的原因，是因为进口的成本在商品的部分一口气上涨了30%。那为什么不利于消费者？具体的数字是7月份国内的物价指数年增幅达到了7.2%。那刚刚这个干哥有讲一个指数，我们现在的另外一个指数叫做咖喱饭物价指数，现在是达到141。好，总而言之就是说，跟过去相比已经涨了大概40%吃咖喱饭的这个部分。那厉将军又怎么看？日本不管是你要救老百姓就或者是救企业，我觉得2个你都救不了了，日本完蛋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日本就是一个岛国嘛，它所有东西都要从外面来进来。你知道我们讲老百姓要吃的食物来讲，你知道日本自己食物自给率只有多少？只有35%左右。我看到我真的吓一跳。也就是说65%它从外面进来什么？包括到黄豆啦、大豆啦、饲料这些东西。那如果说这些东西你日币不停的在贬，然后因为你要去买这些东西，你要用美元去买嘛，你要把日币去换成美元才可以去买。那你越买，它这个进口东西，这个你就日币就会越贬嘛，你要换回美元，你就越贬。那你食物你要靠你65%的粮食你要靠买的，第二个能源你又要靠买，也是要从国外进口，你自己国内没有能源。那这2种双重打击下，对老百姓是越严重的。那现在来讲，这个我们知道有一种太太叫渡边太太，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渡边太太？它就日元现在的利息只有1%，美元是多少？美元是大概是3.5%左右，基准利率大概3.5%左右，3.5到3.75。那很多所谓的渡边太太，就包括日本的民间的这个欧巴桑他就怎么样？他去跟银行借日元，借了日元以后，他去换成美元，然后换成美元以后，他去存美元利息。那每个月对不对？他这个利差之间，他就可以赚这个利差。这是第一个。那你日币要不要升值？你不升值的话，就这些，那渡边太太们就越来越滚越多。除了渡边太太，还有很多国际的企业家，他更会这样干。那你日元哪受得了？那你升息，你升从1%升到1.25%。你认为挡得住美元吗？第二个，我跟你讲，美元会不会升息？前2天我们看这2天股市为什么会涨，就是说美元来讲的话，这个美国 FED 他说他不升息，那股市就涨了。那不升息代表意思什么？它会不会升息？因为美国现在自己也面临通货膨胀。那第二个，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卖美元。但你卖美元，对不对？把美元美债换掉以后，来买日币，这样也可以救日币，让日币升值。可是你这一定会得罪美国，美国一定是不会同意的，这根本想都不要去想那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它的支持度不断的在崩跌，也就是那是因为日本来讲的话，通货膨胀
会越来越严重。那日本企业救得了救不了？我觉得当老百姓救不了的话，你日本企业，我跟你讲啊，民间事实上民间的生活是跟企业连接在一起的，你民间救不了，你企业你也救不了。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